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黄明轩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冰泵家用烘豆机的使用方式。这台机器设计非常的简洁哈，那它最大的容量就是120克，所以我们这边已经称好了120克的生豆。烘焙室我们把它打开之后，生豆已经测量好了120克，我们就朝这个洞把它倒进去。 好，当生豆倒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打开我们的手机，做一下手动的烘焙的控制的界面。那我们先把持续的时间先设上去，设好之后呢，在下一个步骤就是设我们想要的加热等级跟风扇的等级。那都设完之后呢，因为它已经是个连线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只要在手机上做送出之后，它就直接传到冰泵的烘焙机里面开始做烘焙。 那我们现在点选送出，好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呢，送出之后，它的持续时间就会开始慢慢的计算，慢慢的减少，所以这边会有2个时间，一个是我们开始烘焙的时间，那一个就是我们倒数，就是我们开始烘焙之后，它慢慢用倒数计时的方式来告诉你，还剩下多少的时间，它会停止做烘焙。 经由这个玻璃的透明的玻璃视窗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豆子刚开始进去的颜色，还有它的翻滚的程度。所以其实观察的豆子在烘焙室里面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就它稍微记住一下它翻滚的方式跟它的颜色。 那同时间呢，在这个画面上呢，我们还会得到一个讯息，叫做温度的讯息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应对我们现在烘了多久，然后目前的温度是几度。那目前来讲，现在大概是约1分半钟左右，那温度现在也爬升到了124度。那大概在133度左右呢，你就可以发现它的豆子呢，从刚刚的一个比较 深褐色的感觉，然后慢慢先转成淡黄色。那手动控制的好处呢，就是我们在做烘焙的时候，随时经由这个玻璃的视窗就可以看到豆子翻滚的状态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觉得它可能在翻滚的过程当中，我想要让它在翻滚的速率稍微减低一点点，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控制页面。目前的风扇等级是3，那我回到我的控制页面，我把它转成2。 然后在送出的时候，这边原本的风扇等级，它会随着我们刚刚做的设定去做减少。OK， 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得到呢，它这边从3变成2之后，我们风扇的一些转速的声音也慢慢的降低下来。接近整个转黄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电筒看一下。 像这样的颜色跟刚刚的颜色就会稍微有点一致性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透过，因为它的热源是从下往上吹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靠近一点，大概就可以闻得到说，它这个热源的出来的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，去熟悉一下这个豆子的变化。好，那现在有听到它在做一个爆裂的声音，这个过程我们称作预爆。这时候我们就开始闻一下它的味道，然后看一下它的颜色。 然后再来判定说，我们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让它做停止烘焙的，并且做冷却的动作。好，那现在已经达到我们要的烘焙之后呢，它会暂停加热，那风扇会开大一点，让它做一些冷却的动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画面，就是会让我们选择储存或 不记录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时候，如果这个曲线是我们要的，我们就先把它按储存。它会出现一个档名，我们可以自己去做设定的档名。那假设这就是我们要的档名之后呢，我按确定，确定之后，它这个曲线就存下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从这边机器就可以看得到，它有一个冷却的倒数计时的时分跟秒。 好，那
那现在它有这样的声响，也停止了运作，就表示说，它已经冷却完毕。那我们现在做下豆的动作。那这个下豆的拨杆呢，当我按下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10秒钟的风扇的吹的时间，那让这个里面的烘焙室都是保持干净的状态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下豆。OK， 好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简单的烘焙一锅就完成了，谢谢。